我本是府主，今晚来打野。嘿嘿，小师妹真美，嘿嘿，不如趁现在没人把她拿下。不妙！啊！贼人还不现身！啊！哎呦我去，暴露了！不好了，峰主，王腾师兄偷窥沈师姐洗澡被抓包了，眼下他被兴奋的人扣下，生死不明呀！什么？我传输了？错，青云宗，我竟然传成了宗门七峰殿铁凌风的峰主。不出意外的话，待会新封的大弟子萧淼就要带我那个魔童弟子上门讨伐了，这剧情不妙啊！等萧淼那个伪君子打上门，一怒之下拿我施剑，我不就没了吗？为师吃坏了肚子，先去一趟茅房，你在这守着啊。哎呦！来这么快啊！师父，替我做主啊！周峰主这么着急，打算去哪儿啊？王师弟偷窥我新丰师妹沈月儿洗浴这件事，峰主不打算给我一个交代吗？此事据我所知，好像不止我这孽徒一人在场吧？而沈月儿发现的那个贼人，似乎是萧小友，先发制人，拿真相威胁此了。我不信他还敢对我动手。沈师妹乃我青梅竹马，我出现在那儿是为了防止像王腾这样的宵小对师妹不利，不曾想周峰主竟这样误会我的意图。萧小友有话好说，动刀动枪怪吓人的。要不是凌风示威，你又是内定圣子，老子一个峰主岂能被你骑到头上？王腾恶贯满盈，有记载以来伤门中弟子数10人，今日之事不过是导火索。如果周峰主不处置他的话，那恐怕就得弟子代劳了。师父救救我，我不想死啊！看来萧淼今天是铁了心，不打算放过我师徒二人了。难道真要把我这徒儿交出去吗？最强坑图系统已激活，宿主坑图越惨，反馈修为越多。检测到弟子王腾内脏骨头多处受损，造成2级伤残。为防止被打死，已激活该弟子特殊体质不死体，宿主反馈修为引导杖。系统？我操！直接从501种暴涨到50巅峰了。青云宗内武者境界分为武者、武师、大武师、武灵、武王、武皇。只要我不断坑图，激怒萧淼这个经验包出手，就能产生永动机反应。到时候别说武皇，恐怕传说中的仙级境界我也能一探究竟了。周峰主既然不说话，那便是默许弟子带走王腾师兄了。慢着，徒儿，忘了告诉你，前些日子为师刚突破到了武王境。真的？武王宗主如今也才武皇，这岂不意味着以后我能在宗门横着走了？就你一直在狗叫是吧？听到我师父的话没？他老人家突破武王了，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你。武王？嘿，老子现在心情好，只要你跪下来把鞋舔干净了，老子自会让师父收了神通。该死，这蠢货也敢在我面前叫板！什么？峰主竟然突破了？怎么可能？哼！你们还记得新封那个修炼狂楚风吗？以前他可是峰主最看好的大徒弟，就因为受不了峰主吹牛，才跑到新封去了。老师能探明周正的底细吗？小儿莫怕，这凌风峰主不过狐假虎威而已，真实修为远不如你。啊，真的？可我总觉得周正哪里不对劲。本地鼎盛之时就已经成立显著，闻名大陆。就他一个犄角旮旯出来的峰主，如何能屏蔽本地的感知？有师父这句话，弟子便放心了。老子跟你说话没听到是吗？你还有你的师父，
也有取死之道。去死！是五雷罩，这样劈下去，我们直接成血雾了！救我啊，师傅！力道尚可，徒儿，你撑住了。师傅，不带你这么坑徒弟的！检测到弟子王腾五脏六腑及小坤坤已达7成熟，致1级伤残，修为已反馈。妙啊！老子终于突破5王了！峰主不是5王境吗？连王腾师兄都救不下来，果然是在吹牛。5王？他干脆说自己是5王八得了。周峰主，接下来到你了，我很期待和你的5王之力切磋呢。哎，徒儿，为师本想看看你的实力，赠你机缘来着，可你没把握住啊。机缘？师傅，我还可以再战。先歇着吧，既然你想玩，那本峰主就陪你玩玩，但后果自负。都小心点，峰主说了后果自负。果然是峰主啊，马上要挨打了，还不忘装逼。周峰主，你可别让我失望啊！萧师兄这招是想杀了峰主吗？不会是内定圣子啊，这气势估计还没碰到峰主，他就得重伤了吧？就这，完了，峰主这下真的死定了。这是神明降世啊！难道是萧师兄的手笔？你竟然真的突破5王了！我不是说过吗？偏不信，非要试，蠢不蠢啊？原来峰主不是吹牛，他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峰主大佬，快收下我的膝盖吧！师傅果然没在骗我。来呀，可敢再和你大战300回合？老师，连你也无法看穿他的深浅，是吗？恐怕是这林峰有什么古怪，才让本帝一时看走眼了。一定是这样。哼，药帝终于现身了吗？这家伙可是地级炼药师，稀缺得很呢，而且还知道天地焰的下落，对我有大用。来者是客，何必躲躲藏藏呢？老师，你好像暴露了。莫怕，这不过是敌人的激将法。本地的屏蔽术真至化境，凭他怎能看穿？那这是什么？魂体标记，是你做的？从你现身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注意到了。只是某些人习惯自欺欺人，却不知自己早已暴露了。区区一个5王境，也敢藐视本帝？小儿，你不是想打脸他们师徒吗？为师现在便接管你的身体，替你报仇。来吧，师傅。可敢再战？不知道老爷爷出手能长多少修为。可怜的徒儿啊，反正你也死不掉，为师就只能拿你试试水。为师和你说的机缘还算数，去吧，打败他。上次是我没准备好，师傅放心，你徒儿我不是吃素的。老子跪下！这是我给你师傅间的恩怨，思想还回原点。我的机缘，只是一个小小的小苗，就让你受伤如此严重，为师很失望。检测到弟子王腾遭到灵魂震荡伤害，目前人魂分离致特级伤残，不死体正在修复。王腾受到打击，决定发愤图强，修为奖励已翻倍。我操，系统凌波1呀，直接助力我突破5王中期啊！5王气息，萧淼身上竟然有提升修为的秘法。萧淼可是宗门100年难遇的天才，而峰主虽突破5王，可天资必定平庸，如何是他的对手？看到没？哪怕同为5王，你也不被看好。让你尝尝本帝的成名绝技
混沌青莲。武王之境，我确实不如你，但谁告诉你我是武王了？少主，王腾的师傅方才突破5环，小渺失败了。哦，变数吗？倒是让我意外。不过到此为止了。古老，还要劳烦你带2个武宗走一趟青云宗，解决王腾。至于他的师傅，一并葬了吧。是。武皇，你竟然隐藏了实力！老爷爷，别藏了，跟我走吧。老师，怎么办？本地灵魂之力受损，此刻不是他的对手。好，跑得倒快，罢了，反正被我标记了，你们也逃不掉。哎，好！恭喜封主突破5环，重创新风锐气，双喜临门啊！终于不用看西风那帮孙子们的脸色了，爽啊！师傅，原来你是传说中的隐士高人啊！以后师傅指哪我就打哪儿，谁敢欺负咱们，直接锤爆！修为还是太弱了，既然他这么积极，不如多给他安排一点事情做做。徒儿，为师正好交代你一件事，你去剑主帮我取出那柄凌霄剑。我记得在原著中，剑主弟子万剑是个眼高于顶、看谁都不顺眼的莽夫。王腾这憨货想激怒他，出个面的事儿。得嘞，师傅，我这就去把剑取回来。去吧，凡事量力而行，别忘了有师傅给你兜底。这波修为奖励，唾手可得。哼哼。哎呦，王师兄，您现在可是武皇大人的亲传大弟子了，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剑种里的好剑，只要是师兄看上的，随便挑。好说，跟着哥混，以后好处少不了你们的。这青云宗以后，哥也是数得上号的人物了。那是。谁敢挡爷爷我的路？此乃剑种，再大声喧哗，不管你是谁，都给我滚出去！王师兄，他可是剑种出了名会刁难人的臭脸哥万剑。师兄如今可是5皇首徒，论地位远在万剑之上，您岂能受他的脸色？就你叫万剑是吧？说是。万师兄，师弟我是奉师命过来取剑的，放心吧，按规矩办事，绝对不坏了你的道场。王师兄，万剑都那么嚣张了，你不打算给他立规矩吗？是啊，师兄，你得让他知道，拳头大的才是爷呀！吵死了，都给我闭嘴！看来外界传言不可信，王师弟也并非是那桀骜难驯之人。不知师弟要许何剑？凌霄剑。你果然是桀骜难驯的混账！王师兄莫不是听错了？凌霄剑可是禁忌之剑，敢打他的主意是要按死刑处置的呀！没听错啊，师傅说的就是凌霄剑。不妙，万剑要暴走了，大家快跑！凌霄剑乃青云宗开山祖师的佩剑，凭你师徒2人也敢玷污，找死！臭傻逼，你敢说我师父坏话，吃老子大逼斗！你家师父莫不是以为自己突破了5皇，就能配得上祖师爷的凌霄剑了？当年他不过是仗着亲传弟子的身份，才继承了凌风宗主的位置。可在我眼里，他那种废物，哪怕换上龙袍，也不像太子。我师父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不许你侮辱他！而你和他何其相似！
痛，太痛了！检测到弟子王腾肋骨脏器多处粉碎性受损，造成1级伤残，不死体正在修复，奖励修为已反馈。不愧是我的好徒儿，这拉仇恨的能力简直无敌了。剑道满级特质已发放，宿主可号令天下万剑为己所用。啊！我操，剑主！若非我为首剑弟子，身负重任，这林峰峰主的位置，怎么着也该轮到我坐一坐了。闭嘴，跳梁小丑！凭你也配？林峰峰主周正试图巧夺凌霄剑，罪名成立，众门人皆有权将其逮捕，打入天牢等候发落。歧途王腾作为从犯，理应废除修为，逐出宗门。周正算什么玩意儿啊？以为自己突破了5皇很牛逼吗？敢觊觎凌霄剑？呸！早看他们师徒2人不爽了，支持万师兄公明决断。你们，我要跟你们拼了！先废修为，再抓周正。凌霄剑，难道是奔我来的？这什么情况啊？要说我们当中最有可能引起凌霄剑感应的，只有万剑师兄了吧？万师兄在剑道领域沉淀了数十年之久，凌霄剑非他莫属呀。我镇守剑冢30多年，与凌霄剑朝夕相伴，定是这份赤诚之心感动了他。认为主吧。怎么回事啊？凌霄剑竟然排斥了万师兄！我明白了，和凌霄剑产生感应的另有其人。凭什么？凭什么？你只能是我的！强扭的瓜不甜，更何况它还是一把可以取人性命的剑呢。师父，我把你派给我的任务搞砸了。无妨，你做得够好了。怎么可能？你一个废物，竟能得到凌霄剑的青睐！啊！原来王师兄来取凌霄剑是真的，周正竟是凌霄剑的第2任主人啊！我知道你不服，所以我给你一个公平挑战我的机会，就比彼此的剑意吧。如果我输了，凌霄剑归你。比剑意？郑峰主，你脑子难道被驴踢了不成？放眼整个青云宗，除了剑锋峰主，谁敢说在剑意的理解上能超过我？我记得凌峰都是法修吧？周正怎么想的？要跟万剑比剑意？哼，万师兄可是剑灵根体质啊，被宗主特许在剑中修炼，周正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师父，他们不信，我信你一定把这个家伙打爆，给我出口恶气啊！徒儿放心，为师一定给你找回这个场子。周正，我便让你看看，在真正的剑道天才面前，强行装逼可是会被打脸的。剑意莫攻。气势不错，但破绽百出。什么？不愧是万师兄，宗门第一剑道天才的称呼不是白来的。
刚才纯剑意的比试，万剑明显赢麻了呀！我赢了。哦，不对。我操，什么情况？万师兄的剑意炸了！无形之剑，你竟然把剑意修到了传说中只有剑仙可及的无形境！你对剑道的理解这么浅薄吗？那你可知，在无形之上，还有更高的卫星之剑？随手一挥，剑随心动，只有卫星之剑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我输了，你才是凌霄剑真正的主人。师傅太解气了，可把万剑这孙子教训服气了。论弟子最佩服谁，还得是师傅你啊！凌风崛起势不可挡，未来必定重回第一封门的宝座。周封主，你那还缺弟子吗？我凌风来者不拒，既然各位同门有意向，欢迎晋升内门时报考凌风。哦，主万岁！主万岁！万岁！万岁！周封主，你还真是让我好找呀！有事？还宗门令。副宗主这次打算犒赏我师父什么宝贝？即日起，暂时撤职周正封主一职，并停发凌风所有灵石阅历，截断一切宗门供给，恢复时间待定。什么？周封主还请收好宗门令。副宗主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不如问问你这徒儿为何惹了天玄府的少主蔡坤？蔡坤是谁？天玄府，那可是天玄域最强的势力啊！王腾怎么会得罪他们的少主？完了，我们青云宗在天玄域只能算二流势力，若天玄府迁怒了我们，必死无疑啊！我记得原著里，我这徒儿和蔡坤本是同族，只是没想到蔡坤那一脉突然崛起。一夜之间，竟联合东荒魂殿灭了主脉。后来，蔡家中仆孙朗带着尚在襁褓中的腾儿来到青云宗托孤，自此便寄养在了我凌风脚下。看来此事无法善了了。宗门此举也是无奈，还望你们师徒二人珍重。看来宗门是打算和我凌风割袍断义了呀。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事冲我来，我师父是无辜的。你还好意思说？整个青云宗都要被你给害死了！副宗主，我这师父都还没上手教训，你急什么？我身为老牌武皇，竟在他手里讨不得好。畜生！还是要讲点良心，就以死谢罪吧，省得连累你师父不说，我们所有人都要给你陪葬。同意处死王腾，这个祸害只会招来不幸。快点自枪吧，可千万别连累我们呀！师父，他们说的对，弟子只有以死谢罪，或许才能拯救宗门于水火之中。说什么傻话呢？有师父在，别怕。各位好歹同门一场，有些话别说得太绝了。说到底，修仙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既然宗门不想护他，我护。道友，来都来了，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吗？感知倒是敏锐，但凭你如何护他？三名武宗，青云宗，完了！你的骨头比我想象的要硬很多。武宗境，你的主子倒是看得起我这门徒，但是还不够。仅凭武皇修为能不受武宗威压影响，你也确实不错了。若不是被困在这方寸之地，恐怕也不止于此。我这人惜才，不如加入天玄府吧。我会和少主说情，让你先从他的剑仆做起。你的恶意我就不领了，我自愿留守青云宗，也不是没原因的。看到没？
我屠王腾鹅生神采，气有金莲，天生的大地之姿啊！这潜力不比你家那个病殃殃的少主强。原来师傅这么看重我。人有什么样的徒弟，就有什么样的师傅。就凭王腾这个废物，能挨我一击不死，算他命大。还记得为师跟你说的吗？但凡想成大事，就不要惧怕比你强的敌人。你想成为大帝，就得直面恐惧，这是艰苦道行的第一步。师傅说的不无道理。我此刻要是怂了，未来还怎么成为像师傅这样优秀的人？师傅，我误了。老家伙，不是想杀我吗？来呀！老子今天要是不死，等来日成了大帝，必定让你天玄府满门覆灭。王腾，你疯了吗？现在下跪求武宗大人饶你一命还来得及。很好，有骨气。看来本宗断然不能再留你们师徒二人了。你的大帝梦粉碎了。武宗全力一击，王腾必死无疑了。王腾已死，只要再除掉周正，天玄府应该就会放过我们了吧？冤有头债有主，我可不想陪王腾一起死啊！接下来轮到你了。你确定能拿得下我？凌霄剑配合剑道满级特质，此战必赢。这股气息是武宗，你竟然突破武宗了！不然你还想让我以武皇境跟你交手吗？青云宗第一个突破武宗的，没想到是曾经被朝最弱封主的他。周正还是人吗？怎么突破对他来说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啊？恐怕从今天开始，青云宗就得改姓周了。明明不久前还是武皇，此刻竟已达到武宗，难道是得到了大机缘？没错，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了。不过刚突破武宗而已，我们这边有3名武宗，优势在我。刚才昏迷的时候，我还疑惑是谁在狗叫呢，原来是你这个老家伙还喘着气，没被我师傅打死呢。徒儿，疼吗？啊，嘿嘿嘿，师傅，我没事儿，你看，好疼！见鬼了！我明明没有留手，凭你的修为是怎么活下来的？那是，小爷我这200斤肉可不是白长的。这师徒2人都有鬼，放任不管必成大患，死，必须死！不要留手，踏平青云宗！那就全留下来吧。一人如何抵挡得了3名武宗联手？这是上赶着来当我的经验包吗？竟然找不到此剑的破解之法，怎么可能啊！一招秒杀2名武宗强者，他的实力绝对不止刚突破武宗那么简单。他必须要把消息告知少主。我说了，你们全都得给我留下。狂妄之徒，我乃天玄府长老，杀了我，你们必将遭到天玄府永无止境的追杀。既然如此，灭掉天玄府，就先从你开始吧。少主，老奴尽力了。真没想到，咱们那位堂弟竟然拜了一位蛮子做师傅。想必这会儿，古老已经取下那些乡巴佬的首级了。以古老的实力，自是不必多说。少主，不好了，古老他们被杀了。败了。堂弟，你的命比我想象的还要硬啊！希望下次你还有这样的好运。师傅，咱们这次是真出息了呀！
您一人占3宗，把宗门那些二逼看得直发愣。你是没发现咱们走的时候他们羡慕的样子哟。话这么多，看来是好的差不多了。等下喝了药，继续修炼啊。师傅，我的头怎么又疼了？哎呦！周峰主，原来你也在这里啊！这不是新风的小师妹吗？你来……哦，这是……峰主，我听说师兄受伤了，特意来看看他。嘿嘿，师妹，你是来看我的？是。呵呵。这青涩的恋爱酸臭味儿。这沈月儿可是宗门女神啊，追她的人不在少数。我这笨徒儿此刻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众矢之的了吧？坑徒弟的机会来了。我看你二人情投意合，不如今日我做媒，替你们说清如何？你放心，新风风主那边我来搞定。一切听风主安排。师傅，你没骗我吧？这儿，为师何时骗过你啊？也是。据我所知，新风风主邢无眠和元神互不对付，再加上极为宠爱沈月儿的缘故，哪怕我这笨徒弟过了那群追求者的关，但想要得到邢无眠那家伙的同意，恐怕是少不了掉层皮喽。风主想给王腾提亲，问过我了吗？这不是我那个叛逃出去的大弟子吗？当初元神对他不薄，结果没曾想养出了个白眼狼，竟偷取林峰唯一的7品功法，跑到新风当狗去了。眼下林峰2任大弟子交手，这剧情有的看了呀。楚风，你这个叛徒还敢回来？我也身在林峰，为何不敢？哼，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是林峰出来的人呢。这才几年不见，没想到风主像是换了一个人，不仅得到了凌霄剑的青睐，甚至连修为也踏足武宗了。哼，后悔了？我倒是听说了，你在新风过得一般呢，不仅修炼资源比不过外门弟子，这几年因为叛逃林峰落下的画饼，也让你不受他人待见。所以师父是在看我笑话吗？背信弃义的混蛋，你也配喊师父？有你说话的份吗？当年要不是我离开林峰，这首席大弟子的位置，岂能被你这个废物轻易坐上？王腾！检测到弟子王腾遭到重击，致3级伤残，奖励修为已反馈。宿主当前情绪波动剧烈，已触发额外奖励，D级灵魂力量。D级灵魂果然恐怖如斯，给我住手！你终于按耐不住对我出手了。好，很好，哪怕你突破了武宗又如何？看好了，我是怎么把你那点可怜的自信碾碎在地上的。是他。我操！楚风竟然私藏这等尤物不跟我们分享，太他妈畜生了！太美了，这简直是妈妈级别了，好吧？没想到原著里精彩绝艳的花帝和楚风还有联系。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石怪乃是帝兵护住了他的业力残魂，不过受到石怪限制，他需要完成1000个宿主的愿望，才能恢复地级灵魂，摆脱束缚。花帝大人，当初你许诺我3个愿望，如今还剩1个，现在我需要你替我杀了他。如此珍贵的愿望，你却浪费用来杀人，不后悔吗？我只后悔当初为什么生在林峰啊！你挺傻的，虽然错过了林峰，但若许愿拜花帝为师的话，凭他的经验，足够把你调教成武宗，甚至武尊。可惜机会给了你，
不中用啊。真的？他说的没错，你若许愿让本帝做你的老师，本帝受石冠影响，确实无法拒绝你。我怎么没想到，竟然错过了拜一位武帝当老师的机会。不对，花帝大人，你还没出手，我收回刚才那个愿望，我要拜你为师。迟了，本帝确实挺欣赏你，可惜受服于帝兵，只能听从10道石冠之人的愿望，将你击杀了。对，没错，花帝大人，杀了他！如果我能让你立刻摆脱石冠，恢复自由呢？你还杀我吗？当真？想要脱离石冠很简单，无非就是需要地级灵魂。只要我抹除了石冠的封印禁制，你自然就能脱身。你竟然知道打开禁制的办法？不对，是地级灵魂的感知力。花帝大人，你别听他吹牛。此人以前是我师父，我对他十分了解。他现在肯定是想稳住你，心里已经盘算着怎么逃跑了。你现在自由了。周正，你是在给石冠擦灰，想博得花帝大人好感，求他别杀你吗？再敢犬吠，本帝取的就是你的性命了。花帝大人，你是不是打错人了？我让你杀的人是周正啊！我看你是没搞清楚状况。你的愿望，在我解开石冠禁制的刹那，就已经失效了。不可能，你才武宗，怎么会有地级灵魂？我操，周正的升级速度是开挂了吗？林峰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就连天玄府的地位都要岌岌可危了呀！师父，好样的！嘿嘿。出手吧，杀了我，所有恩怨都能一笔勾销了。还疼吗？师父，我皮厚抗造，一点都不疼。师父，清风的小淼又带人欺负我了。还疼吗？师父，保重身体。好。其实你也对这个弟子抱过很高的期待，不是吗？你呢？打算去哪儿？这灵峰是个不错的休养之地，不知峰主能否成人之美，让我留下？我正好缺个贴身侍女，不如你来。啊？本帝擅长养气，不是育人。这样吧，我留下来替你温养凌霄剑，作为回报，我需要3花聚灵丹，如何？3花聚灵丹药乃6品巅峰丹药，专门用来修复灵魂。如今丹峰正好炼制出了1颗，算算时间，这回萧淼应该快到丹峰了。月儿，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好了，提亲的事先放一放。徒儿，你去丹峰，替为师取来3花聚灵丹。师父，弟子知道了。等你取来丹药，助本帝恢复实力以后，你和你的小女友，本帝照了。得嘞，我现在就替大人取药。连武宗后期的古老都能折在周正手上，看来他确实有意。父亲，我们该斩草除根了。
蔡家主，别来无恙呀！这一次就让东荒魂殿的这位朋友陪你去趟青云宗吧。父亲放心，有武尊同行，王腾和他师傅必死无疑。哼，丹峰的人都这么傲慢吗？居然没人来迎接我！丹丘长老，我奉家师之命来购一枚三花聚灵丹，还请方便。你来迟了，三花聚灵丹已经被萧淼预定了。啊？什么？你在逗我？丹峰炼制的丹药一向不是先到先得吗？你们什么时候出了能预定的破规矩了？规矩就写在这里，想要三花聚灵丹，下次再来拿。那得等到啥时候？丹丘长老，我来取三花聚灵丹了。哼，三花聚灵丹已经备好，请跟我来吧。老登，给你脸了是吧？我先来的，丹药只能是我的。丹丘长老按规矩办事，你何必为难他？况且我的定金都交了，于情于理，这丹药也都归我所有。以后这里所有的三花聚灵丹，我都会提前买走。你想要，下辈子吧。我就知道是你在坏事，上次脸没被打够是吧？来，伸过来，爸爸再奖励你2个大嘴巴子。二逼，你师父不在旁边也敢跟我叫唤？尼玛，你搞偷袭！就你吹嘘大帝之姿是吧？老子打的就是大帝！30年河东，30年河西，萧淼，你给老子等着！这怎么这样？什么情况？对，就是这儿，师傅。检测到弟子王腾遭到连续重击，致1级伤残，奖励修为1反馈。宿主激活特质异火亲和，当前距离宿主最近的异火地点丹堂。我操，这不歪打正着了吗？有了异火自己炼丹，以后谁还看丹峰的脸色？敢抢我台词，活腻歪了吧？混蛋，老子还能再战300回合！王腾真劲大呀，本丹峰药学生都想研究他到底怎么长的了。是啊，这要换做旁人，早就被打死了吧？确实。等下，我们找了3年的青莲圣火出现了。没想到青莲圣火竟然藏在一个不起眼的丹炉里。你不要过来啊！竟然是异火榜第31名的青莲圣火，我要了！青莲圣火只能属于我。老夫此生夙愿，就是为了得到一朵异火，都给老夫滚开！它是我的。异火在你们手中也发挥不了大用，不如成全我吧。完了，我要被你害死了！全州我们来了！玩我怕，你是来了。师傅，该死，阴魂不散的家伙又出现了。无妨，本帝吸收了天魂草，灵魂之力已经恢复到了圣级，还怕他不成？老师，周正的气息似乎也增强了许多，咱们小心为妙啊！小儿，你多虑了。别忘了，本帝乃先天魂根，就算不及巅峰，收拾他也足够了。上次让你侥幸逃脱，没想到你还敢冒头。这次准备好送上门了吗？击败虚弱时期的本帝不算什么，不如我们赌一把如何？赌什么？就赌灵魂之力，谁的灵魂之力更胜一筹，一火就归谁。没问题。这么干脆，老师小心有诈。
无妨，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取巧的手段都是徒劳。啊！我没看错吧？您竟然是丹修传奇，那位消失已久的药帝。传闻药帝灵魂之力极强，周正在他面前和志同无异。周正一向狂妄自大，今天遇到药帝，怕是要认栽了。老匹夫，你别狂，我师父也是地级灵魂，你在他手上绝对讨不到好。老师，听到没？王腾这蠢货自爆了，周正是地级灵魂。他要是地级灵魂，不可能修为才5宗。你不必多说，本帝心里有数。认输吧。这是圣级灵魂才能做到的灵魂化形，周正输定了。一朵毫无威胁的莲花，也妄想让我认输。这是地级灵魂的气息，不会出错。不对，这其中怎么还夹杂一丝神威？这股浩瀚的灵魂力量，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粒小石子掉进了大海里，我怎么控制不住自己的腿？哪怕我鼎盛时期，魂力品质也绝对达不到这种境界。本帝输了，想怎么处置，悉听尊便。老师，既然想让我处置你，那就起来吧。后面找业火榜排名第1的天地炎，还需要你帮忙呢。他竟然知道天地炎，果然，他的来历不简单。到时，定全力相助。何人擅闯我青云宗？这么多新鲜的灵魂，看来天玄府的少主果然没有骗我，是东荒魂殿的5尊。我靠！怎么连东荒最大的黑暗源头魂殿也卷进来了？难道因为我的出现，原来的剧情也悄然发生改变了吗？药帝，我东荒魂殿找了你几百年，没想到你藏得够深啊，竟然躲在这里。但看你这狼狈模样，怕是连5尊修为都没恢复吧？那又如何？照样能杀你。诸位丹修，同我一道，将力量注入神农鼎内，结百草绝杀阵。魂殿砸碎，去死！此阵不足以对5尊境造成威胁，我必须预备着，随时出手。小弟，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这点不痛不痒的攻击，也配伤我？来了！谁？动他？问过我了吗？你就是王腾的师傅周正，能在这种偏远之地修炼到5宗境，你也确实不错了。但想击败我，无异于以卵击石。东荒魂殿的人和阴沟里的老鼠能有什么区别？跟你们动手我都嫌脏。徒儿，替为师上去给他2个大嘴巴子，让他清醒清醒。混蛋，你是在羞辱我吗？师傅，你就坑我吧，他可是5尊啊，瞪一下眼睛我就没了。看来我这徒儿也怂了呀！不行，不能放过这次提升修为的机会。徒儿，你放眼看去，在场文人弟子，包括萧淼在内，有谁敢挺身而出？别忘了，你可是要成为大帝的人。此刻若迎难而上，那就是走在了这些人的前面。想想以后萧淼被你甩在身后的样子，你还会畏缩吗？师傅，你说的对，大家躲在后面不是办法，总要有站出来的人。
师傅不行，我腿软了。蔡少实力了得，连东荒魂殿的天尊都甘愿给您当马前卒。等蔡少将来继承天玄府府主之位，我们这些人可就全仰仗蔡少照顾了呀。哼，好说。看样子张天尊已经占据先机了。各位道友散了吧，我下去和我那堂弟叙叙旧。难道只能拼了吗？多年不见，没想到堂弟还是这么憨态可掬。蔡坤这波来得挺及时啊！谁是他堂弟？不会是你吧？你两个长得都挺阴险的，滚啊！老子这么阳刚的脸，你说我长得像鬼？没关系，不知道我不要紧。当初带你逃来青云宗的孙老，是我天玄府的家仆。孙爷爷，你们把他怎么样了？当初念在孙老忠心，本想带他回天玄府颐养天年，可他却不从，誓死要杀家主。为了自卫，就只好把他杀了。怕是没那么简单吧？你父亲蔡云峰一脉，当初只是庶出，因嫉妒我徒儿的父亲顺利继任家主，于是暗中联合了东荒魂殿，将他这一脉尽数铲除。而孙老是我徒儿父亲的中仆，你们怎么可能会在他离开青云宗后善待他？看来那个老东西把所有事都和你说了。就算他不说，我也能猜出你们这一脉的卑劣手段。师父，我要杀了他，替孙爷爷报仇。徒儿，别怪为师把火拱到这儿了。只有突破修为，我才有把握把他们全部留在这里。小心，一切有师父兜底。哼，想借助异火之力对付我吗？可惜你的修为太差了。蔡姬，还我爷爷的命来！混蛋！我最讨厌别人喊我姬。不妙，此乃玄阴之力，异火对他的克制作用不大，必将遭到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让你尝尝玄阴之力带来的痛苦！好痛，好痛！周正，你还不出手吗？你的弟子都快死了，就差一点，快突破啊！检测到弟子王腾遭到玄阴之力侵体，致特级伤残，奖励修为已反馈。伤我爱徒，死！已经突破到5尊了5尊竟我已无敌，何惧眼前这魂殿杂碎？既然知道，还不服输？突破5尊需要数十年的积累，可他怎么会这么轻松？不对，他肯定隐藏着实力，一定是这样。不然孙权那个老不死的怎会把王腾托付给他？怕什么？他气息虚浮，分明是强行突破到5尊境。不过此人灵魂极为纯净，若被我收割，定能助推东方魂殿的终极计划。这样吧，那就烦请张天尊出手击杀此僚。放心，他的人头归我魂殿所有了。受死！周正不可能是此人的对手。老师，还有什么法子吗？这种级别的战斗，以我目前的状态，根本无力相助。可惜了，他本是个不错的苗子，但恐怕要落到东荒魂殿手上了。你就这么点实力吗？师父，我相信你一定能打败这个蠢货。好徒儿，既然你这么信任为师，那为师就让他们知道灵风传承的厉害。不自量力！哼！
结束了。这股破坏力气息，至少达到了5尊巅峰的威力，怎么可能？你不是才刚突破5尊吗？谁告诉你我是刚突破5尊了？哼！你竟然是5尊巅峰！少主，快用战天镜救我！没用的废物，你还是去死吧！混蛋，你敢背叛你的盟友？父皇魂剑绝不会放过你们的！没想到他对灵力的运用和掌控，已经达到了连本帝都自愧不如的地步。此人未来恐怕真有机会踏入神的境界，前往那个世界。你是打算自裁，还是我亲自送你上路？师父，可别白白便宜了他，给他留一口气，我要亲自为孙爷爷还有死去的家人报仇。哼，要是落到你这个废物的手上，我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你的实力远超我的预料，窝藏在这小小的青云宗，多少有点埋没了。不如加入我天玄府吧，我保证会给你最好的待遇。你们天玄府，打不过就想招揽吗？招揽人才难道不是我该做的吗？况且天玄府可是天玄域最强势力，只要你加入，财富、法宝、美人，条件任提。师父，不要被他骗了，这家伙绝对没安好心。徒儿，你也太小看为师我了。这些身外之物虽吸引人，但在为师眼里都不如你啊！毕竟有王腾这个金疙瘩在身边，老子想要什么还不手到擒来的事？没想到我3生有幸，竟然遇到了这么好的师父。师父放心，弟子此生只追随于你。这么说，你拒绝天玄府的邀请了？天玄府的水太深，而我这个人是个旱鸭子，就不去掺和了。当然，你的命嘛，还得留在青云宗。很好，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像你这样狂妄的人了。啊！东皇10大帝兵之一的詹天镜，他竟然带在了身上。没想到乡野之地还有个识货的人。老师，好痛！我的灵魂快被撕碎了。詹天镜可叫人魂根骨，灵魂力越强，压制越凶。周正拥有地级灵魂，一旦被詹天镜压制，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周正，我给过你机会，既然抗拒不从，那就去死吧。詹天镜嘛，是个好东西啊。若没遇见花帝之前，以我现在的实力，却是难以抗衡地兵神威。但花帝可是专修灵气一道，天下万兵在他手里，和玩具没什么区别。正好我缺一件趁手法器，这詹天镜，我便笑纳了。哼，人死还在嘴硬，看你如何抵挡战天镜的力量。花帝，该你出场了。我的灵魂尚未恢复，借你灵魂之力一用。好纯净的灵魂波动，哪怕我全盛时期，也从未感受过如此神韵，仿佛一脚踏入了神的层次。吞天魔怪，你竟然是千年前名震东荒的花帝！答对了，
那就奖励你把詹天镜送给本帝吧。詹天镜早已演化，麒麟飞我蔡家直系不能催动，就算你夺走了它又如何？在你手里，它不过是一面再普通不过的镜子罢了。若本帝是残魂状态，确实无法奈何此境。不过眼下有周正地级灵魂相助，区区麒麟萌芽，本帝随手可灭。怎么可能？麒麟竟然灭了！你不是说缺少一件法器吗？送你了。还得感谢蔡少馈赠啊！詹天镜乃天玄府立根之本，绝对不能落得他的手上。周正道友，之前都是误会。詹天镜乃我蔡家传承至宝，非亲族无法动用其本源之力，留在你手上也没大用，不如还给我吧，我可以拿其他宝物和你换。他说的没错，詹天镜哪怕气灵磨灭，真正的核心力量也只能由蔡家血脉激活。蔡家血脉，这不正好有一个现成的？徒儿，你不是想报仇吗？它属于你了。啊！多谢师父。该死，这个废物凭什么能激活星耀之力？八曜之力。据我所知，能激活8颗星辰的人，整个蔡家也不超过2个吧。不止于此。当年我有蔡家先祖打造战天镜的时候，激活过9曜之力。王腾这个丧家之犬，哪来的福气能和先祖相提并论？师父，我竟然成武王了！看来战天镜激活了你的血脉之力，帮助你达到武王，拥有了初步掌握他的实力。去吧，徒儿，用你手中的战天镜结束和他的恩怨。蔡坤，这次我会亲手送你下去，给我的家人还有孙爷爷报仇！才是名正言顺的家族继承者，为什么詹天镜不听我的？我从未谋过面的爹爹、娘亲，还有孙爷爷，孩儿跟你们报仇了。唉，我还是来迟了。不对，还没结束。坤儿，你安息吧。就是你们逼死我的坤儿！万圣镜！没想到蔡家现任家主蔡云峰竟然在这个时候现身了，半圣实力足够毁天灭地。待会若发生战斗，恐怕整个青云宗都得遭殃。一人做事一人当，蔡坤是我杀的。有种冲我来！9曜之力，就算你堂兄再有错，你又何必取他性命？都是你山野粗地的蛮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将他教成这样！混蛋！师父是我最重要的人，你敢侮辱他，我杀了你！虽然你在灵峰被他养坏了10几年，但毕竟根骨血脉都是我蔡家的。如今你得到詹天镜的认可，激活了9曜之力，我可以给你一个认祖归宗的机会。只要你同意跟我回去，我答应你不会动你师父一根毫毛，否则今日青云宗上到宗主，下到杂役，门圣一个不留。你这是在逼我！你的时间不多，看看你这些头门吧。好痛，感觉身上像是压了100万斤巨石，快要散架了。这就是半圣尾压吗？稍微一反抗，我的意识像是被撕裂了。再不抉择，他们就要死了。给助理
蔡云峰修炼的斩三尸禁术，虽说只有前卷，但也成功斩出了一具战力极强的恶尸。凭我武尊之力，绝对不能应对。看来只能演一出苦肉计，骗骗我这宝贝徒儿，助我一举突破武圣。徒儿莫怕，有为师在，为师一定会保护你的。师父对我恩重如山，我岂能看着他死在我面前？师父，都是徒儿的错，让您陪着徒儿遭此厄难。我操，居心不对啊！王腾这个缺心眼的，看到我受伤，不应该要找蔡云峰拼命吗？怎么突然煽情起来了？师父，都是徒儿的错，是师父将我养大，教我认字，传我武功，我才能长得像今天这样白白胖胖的。师父，对不起，您的恩情，弟子今生报答不了了。又不是生离死别，哭得这么伤心做甚？看来你做好选择了。小爷我选择跟你同归于尽。能杀死半圣，小爷我这辈子值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师父，保重。蔡家好不容易继先祖之后，又出了一位九曜奇才，本圣绝不允许你白白浪费天资。该死，动不了了。本想着只要你能认祖归宗，再教化一番，你会心甘情愿成为蔡家一份子。可眼下看来，终究是被你师父从根上带坏了。我的头好痛！镇魂钉乃世间最邪恶的魔器之一，表面看中招者会成为傀儡，实则灵魂被镇魂钉钉在体内，无时无刻不遭受着撕扯分裂之痛。再不出手，你徒弟就要无力回天了。可恶，就差一点，最后一点，系统，快啊！检测到弟子王腾遭到镇魂钉折磨，致特级伤残，修为奖励已反馈。给我突破！什么？武圣剑？我的弟子，岂是你能伤的？这，我操！周正刚才不还是武尊吗？怎么一眨眼的功夫，竟然成武圣了？这恐怖的修炼速度，哪怕是传说中的先天圣体道胎和他相比，也远远不如吧？他的突破绝非偶然，是面对危机爆发出来的终极一跃。不错，古往今来能做到这样的人，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当时的强者。我就知道，师父是最厉害的。徒儿放心，有为师在，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你来的不是本体吧？气永魂石，血气强劲，为何说不是本体？本帝也看不出来真伪。斩三尸禁术，乃我天玄府最高机密，只有我和我父亲蔡天鹏知晓。你是怎么知道的？问那么多干什么？
这门斩三尸诀学不错，我要了。妄想！那就先杀你，再夺宝。混账！天玄府千年来还从未遇到过像你这般狂妄的人。若你今日敢斩我恶尸，从此以后，你和整个青云宗便是我天玄府不死不休的仇人。回去告诉蔡天鹏那个老家伙，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我带着徒儿打上天玄府，彻底了结所有恩怨。哦，斩三尸禁术，你没带在身上？想要，那就去地狱里拿吧！老子的命金贵着呢，你也配跟我同归于尽？周正，给我等着！此仇，我天玄府必报！求之不得。魂魔长老所言有理，如今我天玄府和魂殿合作密切，关于万魂幡的事，我会请示父亲大人后再行商量。听说令郎带着战天境及我魂殿的张天尊去青云宗了，想必这会儿他们应该覆灭了青云宗，快回来了吧？恶尸被斩了，变数，都是变数啊！他们竟然全都折损在了青云宗。如若让他知道我蔡家的詹天镜落到青云宗手里，那便彻底失去了掣肘东方魂殿的筹码，从此沦为傀儡。不行，得尽快请父亲出山强攻青云宗，否则天玄府危矣。魂长老，这会儿父亲大人传唤我，我先失陪了。去吧，你泡的茶不错。徒儿，感觉怎么样了？师傅，我有点饿了，想回凌风吃你亲手炖的八珍鸡。呵呵。王腾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竟然能让身为武圣的周正给他炖鸡汤喝。凌风的氛围太让我羡慕了，现在拜入凌风门下还来得及吗？哎呀，是啊，这凌风真好羡慕。从今天开始，整个青云宗怕是为凌风宗主马首是瞻了。这你说怎么办？还真想拜入凌风门下。传宗主口谕，请凌风宗主速去青云殿，有要事相商。我青羽大妹子终于舍得出关了。宗主出关乃是因为突破桎梏，成功踏入武宗境。宗主原来才武宗境啊！自从亲眼看到周正突破武圣后，武宗怎么给我的感觉，好像路边一条狗。是啊，不知道赵德柱在骄傲什么。武宗境，给周正提鞋都不配好吗？有你们这么议论宗主的吗？原著里，风清羽16岁执掌青云宗，30岁踏入武宗境，真实身份还是中州大衍皇朝的在逃公主，妥妥的绝世天才模板好吗？只可惜青云宗的这些人被我坐火箭般的修为速度刷新了3观，这才掩盖了他的天才光芒。宗主有说找我什么事吗？去了就知道了。对了，宗主说还要带上王腾。走吧，徒儿。八珍鸡暂时是吃不上了，跟为师上青云殿。
青羽姐姐，你为什么要把我安排到凌风修炼？我听说那个凌风峰主好吃懒做，修为也是各峰主垫底的存在。那都是之前的事了。我这次出关，听门内弟子说他已经突破了5宗，和我一样。而且我从来都相信他是天才。哼，说不定是谣传呢。听说那家伙最喜欢吹牛了。5宗这事都过去多久了？你们怎么现在才开始讨论？好帅！但这家伙一看就不靠谱。和几年前相比，你变得沉稳了。对了，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现在的修为不是5宗？还用问吗？这家伙肯定是想吹牛，说自己突破5圣了。哼，猜挺准。没错，我如今确实是5圣修为。数年未见，你竟然突破到了5圣！青羽姐姐，怎么他说什么你都信？哼，我早就说过，像他这种喜欢吹牛的，根本就教不好弟子。所以你也别想安排我去凌风修炼了。5圣，这是真的5圣气息。5圣强者，连我们大眼皇朝都没有多少，随便拿出来一位，都是一方掌教的存在。而他这么年轻，怎么可能突破5圣？姐姐，这一定是障眼法，你别被他骗了。星罗，给凌风峰主跪下道歉，求他收下你当弟子。弟子？师父，你可不能有其他的狗啊！让我道歉？不可能，我才不要拜他为师。我有说要收你当弟子吗？混蛋周正，你什么意思？瞧不起我吗？告诉你，以本小姐的天资，能进你凌风，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哼，这小丫头还真是一点就炸呀！正好我再挑拨徒儿2句，等她急得上火，肯定会跟这小丫头干一架。不错，这样一来，我又能吃一波经验包。徒儿，你觉得她如何？要是看得过去，那为师便勉为其难，收她做你的小师妹喽。当然，咱们事先得说好，往后你们做的同门，为师便不可能把精力全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她算什么东西？长得跟个耗子精似的，这么瘦巴巴的，一点都没我家月儿师妹好看。你说什么？我像耗子精？说的就是你。还有，你知道我师父的收徒门槛吗？我师父要的是像我一样的绝世天才。绝世天才，你懂不懂？本小姐先天太阴之体，这个山野莽夫竟敢小瞧我！有本事别躲在你师父后面，看本小姐怎么揍爆你的猪头！王腾的资质在宗门弟子里只算中等，星罗想击败他，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这样吧，周正，就让他们2个切磋1-2。如果星罗赢了，你再定他当弟子，如何？没问题，我都可以。胖子，来，让本小姐见识见识你的实力。武王巅峰，怪不得小丫头敢这么嚣张。你王爷爷，我的脸就在这儿，有本事来打！你的弟子竟然也是武王修为？那是自然，我这徒儿可是和天玄府先祖一样激活出的9曜之力，单论品质，不比这小丫头的太阴之品弱。星罗，不可大意。怕什么？本小姐从小修炼，可不是这穷山恶水的蛮子能比的。还想瞧你王爷爷找打！本来应该结束了，但本小姐看你很不爽，所以给本小姐当人肉沙包吧。我这徒儿的实力也太水了吧！
怎么血脉之力都激活了，还这么弱鸡啊？检测到弟子王腾遭到暴打，致3级伤残，修为奖励已反馈。筒子哥给力呀！这下我距离5帝境已经不远了。哼！星罗，收手吧。比试结束，周正，你可还有异议？拜你为师可以，但以后我要做林峰的大师姐，而他必须降级。师傅，你有徒儿就够了，可千万不能再招新弟子了。宗主妹子，可能我刚才没说清楚，眼下我并没有招收弟子的打算。你耍赖！你愿赌不服输！可我们事先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只要星罗赢了王腾，你就收他为徒。你只是说让我定他当弟子，也没说要当谁的弟子。按照我林峰的规矩，我这徒儿正好到了收徒的年纪，所以这小丫头要是想来林峰修炼的话，我可以定王腾做她的师傅，而她以后就是我的徒孙了。你们师徒2个简直就是泼皮无赖，竟欺负我！切，搞得好像我看得上你一样。实不相瞒，我这妹妹是为了躲避家族安排的联姻，才来青云宗投奔我的。本想以她的天资，你应该能看得过眼。但既然你没收徒的打算，那便算了。不过你这徒儿倒是展现了不俗的潜力。这次天玄域天骄盛会，就由他和星罗带队前往天玄城吧。这么快就到天骄盛会了吗？这次天骄盛会，实则是各家势力的一次大洗牌。我听说以天玄府为首的几家势力都会派出最精锐的弟子参加这次盛会，而青云宗虽有星罗和王腾，但在他们面前终究有点不够看。姐姐也太小看我了，我好歹也是咱们大眼皇朝4大家族之一赵家的嫡女啊！就天玄域这些土鸡瓦狗，本小姐起不掉的。凭我的实力，根本不用怕他们。姐姐，你年纪太小，天玄域天骄辈出，若面对5皇级的对手，你也难是对手。我操，这是个好机会啊！以我这徒儿吸引仇恨的能力，把他放到同辈人的社交场合，岂不是打不死的同时，还能哐哐给我长经验？不行，绝对不能让清远妹子打击到这2人的信心啊！清远妹子，这你就多虑了。自古以来，哪个时代不是百家争鸣？我们青云宗好不容易有了这2个天才，尤其我徒弟王腾天生就有大帝之资，怎能在人前束手束脚？腾儿啊，这次宗主把带队全交给了你，这是荣誉，也是责任。出门在外时，时刻要记住，能成为大帝的人，一定有着一颗不畏强者、迎难而上的武道之心。别走，干就完了。有师傅这句话，弟子哪怕把天戳了一个窟窿也不怕了。我怎么感觉周震这家伙好像在忽悠他呀？哼，没想到周正竟这么狂妄，敢说灭我天玄府这种大话。等长老们集结完毕，咱们必须要杀上青云宗。不急，这次天骄盛会，听说王腾也会参与。等我们从他手上夺回詹天镜，就是青云宗灭宗之时。父亲，您来了。都起来吧。老府主，您这是突破5帝了？突破5帝又如何？本来我蔡家至少1门双至尊，结果你们告诉我坤儿死在了青云宗，都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詹天镜也跟着丢了。父亲，之前是孩儿低估了周震的实力，但请父亲放心，孩儿这次召集天玄府7名武圣，就等天骄盛会结束，灭掉青云宗。
你以为7名武圣就能稳压那个周正了吗？父亲，可孩儿和周正交过手，他最多也不过武圣1重。鼠目寸光的东西！那周正能一次次在我天玄府的围杀中活下来，说明他乃是身负大气运之人，如何能用寻常的眼光去看待他？这次行动，我已告知东方魂殿，哪怕老夫心里清楚，他们一直觊觎着天玄府，但眼下非寻常关头，必须借他们的手铲除周正。父亲可知魂殿会派出谁？大长老魂明。是那位曾经名震东荒的武帝魂明。这会徒儿他们应该快到天玄城了，那里是天玄府的地盘，以蔡天鹏那个老狗的心机，肯定会布下天罗地网引诱我过去。老夫有点好奇，你要这么多异火作甚？勉强达到异火榜前10的品质。这次天骄盛会，天玄府肯定会伺机而动，我必须要多备一些底牌。万一他们联合了东方魂殿，那么异火将会成为最克制他们的手段。凌霄剑我已经替你温养好了，它的品质极高，乃天罡圣晶打造。等你突破武帝，完全激活它的剑威，那么它将成为货真价实的帝兵。果然比之前锋利。二位辛苦了。平时看你没少坑你那弟子，但到关键时刻，你这师傅当真是把他当宝贝护着的。那小子我看着不错，为他遮风挡雨，不算什么。我们来自青云宗，参与此次天骄盛会，还请方便。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没听说过。这是天玄城，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凭什么他们无需手令就能进入？就凭他们来自天炎门，是天玄域首屈一指的大势力。你和这傻逼废什么话？老子直接大嘴巴子伺候！混账！你敢打我！老子就打了，怎么？你一条看门狗还有意见？这里是天玄城，不是你们青云宗撒野的地方。哼，天玄城咋了？你出言不逊，藐视我等，还不能教训你了？况且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吗？青云宗大名鼎鼎的武圣周正。你要有意见的话，就去找我师父说啊。管你师父是谁，老子现在要杀了你！我乃大眼皇朝赵家的人，奉命随行青云宗参加天骄盛会，你也敢拦？崇州霸主，大眼皇朝，请吧。哼，下次见到我们客气点儿。堂兄，看到那群粗鄙的土包子了没？詹天镜落到王腾那废物手上，还真是耻辱。走吧，跟上去。
最近可有所长进啊？真是好久不见呀！来了。哎呀，这不是武圣周正大人的大徒弟吗？幸会幸会。听说你师傅上次斩了蔡云峰的恶师，名声大噪，现在可是整个天玄域的红人了呀！那是，我师傅一向神通广大，斩了一具分身不算什么。我师傅说了，下次斩的就是天玄府马门了。这怎么会这样啊？混蛋，你敢咒我天玄府？我操！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蔡坤的二逼复活了。你俩长得真像啊！废话，蔡坤是我堂弟，我们怎么可能不像？原来是天玄府的二逼吗？我说呢，怎么刚才听到2声狗叫？王腾也太狂了吧！哪怕他有个武圣境的师傅，可在天玄府面前也算不得什么呀。蔡刚和蔡梅都是武皇境，听说是今年角逐天骄榜前3的高手。王腾这下完蛋了。我听家主说，你激活了战天境的9曜之力，要不和我过2招呢？贱女人，脸都不要了是吧？她和你金姐差距那么大，怎么打？要打，本小姐奉陪到底！多管闲事的贱货，滚开！好快！你之前揍我的力气去哪儿了？快拿出詹天镜，打败我们吧！不对，你们是想抢我的战天镜！你猜对了。人有3急，我不陪你们玩了。往哪儿跑？可恶！就算是死，小爷我也不会交出詹天镜，让你们迫害我师父的。他的血脉之力能和先祖媲美，不如你我在此吸干了他，再取詹天镜如何？那还等什么？混蛋！我师父不会放过你们的！死到临头还在挣扎，你师父现在可听不到你的求救。蔡刚、蔡妹这2个狠人，是打算把王腾吸干吗？他们实力差距太大了，王腾这下必死无疑。怎么回事？我的血脉之力已经提升到极限了，为什么王腾这家伙还没被我们吸死？他的血脉太强大，快切断联系！2个菜鸡，小爷我站这给你们吸都吸不死我。吸不死你，难道你还打不死吗？检测到弟子王腾被吸收血脉之力，同时遭到暴打，致1级伤残，修为奖励已反馈。我那徒弟这么快就拉到仇恨了吗？终于突破武圣巅峰了！宿主突破武圣巅峰，奖励顶级特质混沌体。竟然是混沌初开的第1体质，战3师境术简直为他量身定做的呀！看来大鱼上钩了，天玄城本圣来了。来呀，来呀，有种就打死你爹！你想让我认输，没门儿！该死，这家伙到底怎么长的？这都打不死他。不，他的体质有异。
绝非继承了先祖血脉之力那么简单。事已至此，只能传唤家主前来收拾此寮了。王腾，我们又见面了。蔡云峰，你上次没被我师父打怕吗？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我等8名武圣在此设下封禁大阵，与外界隔绝。哪怕此刻你拿师父现身，也只能饮恨死去。什么？小侄可还记得我？你是当年追杀孙爷爷的人。哼，记性不错嘛。当年我就是用这只手掏出了孙权的心脏，直到现在，我都还没忘记他死不瞑目的眼神呢。混蛋！我要杀了你！不自量力，也敢挑战本圣威严！胖子，醒醒，别死！为什么你这个废物能激活9曜之力？兄长，别杀他，他是我蔡家崛起的重要筹码。若不是他有用，早杀他了。哼！周正，你人呢？你弟子在这受苦，难道一点反应都没有吗？你这个缩头乌龟，莫不是看到我天玄府8圣齐聚，吓得不敢出来了？哼！检测到弟子王腾遭到毁灭性重创，致特级伤残，不死体正全力运转，修复王腾本源，修为奖励已反馈，当前修为5帝。周正，没想到你真敢出现在这里。废话少说，今日天玄府上下鸡犬不留。哼！想灭我天玄府，也得有本事先破了这座大阵再说。此阵乃我天玄府8圣共同完成，非5圣巅峰能破。就凭你，可笑至极！羸弱不堪的阵法，破！怎么可能？你的修为竟然踏足5圣巅峰了！我的天哪，周正还是人吗？外界传言他不是刚突破5圣吗？怎么又成5圣巅峰了？装神弄鬼！遥想本圣当年为了突破5圣9重，花了至少1000年岁月，而你如今不过30，如何能踏足5圣巅峰？不要被他的障眼法给骗了！所有天玄府长老随本圣一同出手，诛杀此寮！周正，去死吧！谁告诉你们，本帝是5圣巅峰了？5帝，只有5帝修为，才能轻易镇压火等。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哪有人能在短短几日内从5圣突破到5帝？除非他一直刻意隐藏自己的实力。难道你隐藏了修为？天哪！周正竟然隐藏了修为！我们之前所有的猜测都是错的，他是5帝！你们快看周正的表情，我怎么感觉他好像不止于此？师父，
徒儿就知道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在为师眼中，徒儿你也很棒。至于现在，天玄府的各位杂碎们，咱们之间的新仇旧恨，该一并清算了。武帝大人，求你饶了我吧！你不是想要斩三尸尽数吗？给你，只求能够放我一条生路。你们不是怕了，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天玄府这么多年作恶不少，我早就说过，迟早会清算你们。现在，请诸位上路。父亲大人，给我报仇！堂堂武帝，难道也是缩头缩脑的鼠辈吗？果然，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不可测。是天玄府的老府主！天哪，他竟然突破5帝了！不只是他，旁边那个老者我认识，他叫魂明，早在3000年就已经是名震东方的5帝强者了。哼，你倒是够谨慎，担心自己不是我的对手，还找了东荒神殿的人助阵。好年轻的5帝，可敢告知老夫你的真实身份？魂明大人，不可大意，此诡局神秘，哪怕你有5帝4重修为，恐怕也得谨慎。笑话！老夫成名的时候，你还在角落里玩泥巴，让老夫和你过2招，见见你的实力。既然你东荒魂殿喜欢多管闲事，等灭掉天玄府后，我也不介意走上魂殿一趟。我东荒魂殿远非天玄府可比，别说踏足了，若眼下你想凭这一朵异火克制老夫，那就做好被老夫炼成人魁的准备吧。万魂噬天，万魂幡可是能够持续成长的帝兵，这道魂体经过魂明释放，能量强度至少达到了5帝5重，不愧是东荒魂殿大长老，实力不减当年啊！周震哪怕再强，恐怕也要饮恨于此了。一只小鬼，也配撼动异火神威？此火的破坏力怎么如此恐怖？想知道它的名字吗？我称它为佛怒火莲。好熟悉的名字，好像在哪儿听到过。此子实在古怪，若贸然与他结仇，恐怕会影响到殿主的千年大计。不行，我魂殿绝不能轻易牵涉其中。议和吧，我东荒魂殿无心插手你和天玄府的事，老夫可以保证，只要今天你能放过老夫，那么未来整个东荒魂殿都将视你为朋友。大长老，你什么意思？要不是我知道东荒魂殿的行事风格，恐怕就要被你这突然示弱的行为骗到了。你无非是想先稳住我，等你家店主突破传说中的虚神境，再转头对付我罢了。你怎么知道我东方魂殿的秘辛？我不仅知道，还清楚你家店主此刻正准备万灵血祭一事，而你来天玄城的目的，除了要和蔡天鹏联手杀我，更重要的恐怕是为了这些天骄邪影吧。当真如此？怎么会这样？这什么？冥魂竟然想拿我们当邪影？东荒魂殿真是该死！为了达成目的，简直不择手段。是啊，无耻啊！是又如何？从此刻开始，老夫会全力助你击杀此僚，但作为交换，
我需要带走这批对店主有用的邪引。哼，不过就是一群虫子而已，拿去便是。他怎么这么说话？这是人话吗？蔡天鹏，你这个狗贼，竟然打算让我们去送死！眼下只有周正前辈才能护我们周全了，前辈加油啊！此子实力如渊似海，不可大意，老夫必须动点真手段了。这是传说中足以杀死武帝的地允针。不错，此针只针对武帝。周正，你的命老夫收了。师傅，小心！这暗三尸禁术果然凶阳，饶是身为混沌体的我，参悟起来也颇为麻烦。但好在成功斩出了恶尸。罢了，地允针的气息已经锁定恶尸，避无可避。等日后再斩出一具新的出来吧。老狗，本帝记住你了！完了，周正死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谁来救救我？我不想成为魂殿的血影啊！师傅，不要离开徒儿！邪影们，都快进老夫的万魂幡吧！徒儿，你刚才哭的样子很丑。师傅，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这根长针不错，送我了。地允针明明击中了你，为什么你没死？是斩三尸禁术，他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斩出了恶尸。这种逆天的悟性和实力，我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了。你用地允针回我一具恶尸，成功激起了我的杀意。现在该我反击了。该死！老夫可是魂殿大长老，杀了我，店主不会放过你的。你以为我会放过魂无眠吗？还请上路！店主，救我！蔡天鹏，恐怕你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死在我手上了吧？栽在你手上，我认了。快给我个痛快吧！这么着急抓着我的剑求死，不像是你的作风啊！我的本体竟然被你发现了！罢了，死在你的手上，我并不感到意外。一切因果早已注定。家族，
好在我蔡家还能保留最后一丝血脉。如此，我便放心去见先祖他老人家请罪了。这怎么办呀？这下连蔡天鹏都死了，天玄府恐怕真的要完了。潮起潮落，天玄府之后，青云宗必将会成为天玄域新的霸主势力。前辈，不要杀我！看来前辈不打算和我们这些后辈计较，多谢前辈宽宏大量。为什么？我说过，天玄府今日鸡犬不留，更何况是你们两个。师傅，这是什么？是魂殿的传送阵，看来魂无冕早就算准了时机。师傅，救我呀！魂无冕那家伙为了万灵血祭一事铺垫了至少1000年，凭他5帝巅峰的修为，我贸然前往魂殿的话，和送人头没什么区别。但也不是没有机会，我这把能否突破虚神境，就看徒儿拉仇恨的能力了。徒儿，别怕，东荒魂殿的情况为师早已知晓，你先去那儿，等为师找你会合。对了，待会看到殿主魂无冕的话，你不要怂，拿出大帝的气势，替为师骂他几句。放心，一切有为师替你兜底。这肯定是师傅给我设下的考验，他想让我明白，真正的强者从来都不惧怕比自己厉害的人。师傅放心，我一定不负所托，痛骂魏无冕那个傻逼。师傅，我在魂殿等你来接我。魂无冕，希望待会见到我这可爱的徒儿，你能稍微下手轻点。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我乃圣云阁首席弟子，求殿主放了我，我愿意为魂殿效劳。魂殿，你们泯灭人性，迟早要遭到反噬的。本帝最讨厌聒噪之人。你是魂殿殿主魂无冕？敢直会本帝真名的人，本帝从未见过，而你是头一个。你最好放客气点儿，魂天帝才是你该对主上的称呼。呸！呸！呸！想要我想怎么喊就怎么喊。你们知道我师父谁吗？说出来名字，恐怕能把你们吓得尿裤子。你有点聒噪了。不服就憋着。小爷我不仅要说，还要骂你这个臭傻子！混蛋，你找死！让他骂。本帝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么不要命的人了。韦无冕，你个龟孙，给小爷听好了，小爷骂你是看得起你。看看你这怂样，还有这个头矮的跟地黄瓜一样，穿着龙袍也不像太子。大胆！殿主向来忌讳别人提他的身高，我看你是嫌活得久了，
小爷我在训你家主子呢，你在这狗叫什么？还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啊！这么喜欢被小爷骂，又不反驳，你该不会偷偷暗爽吧？好，很好，你成功激起了我的怒火。本帝决定要亲手将你炼化成我的食粮。我操！你玩不起，破防了！杀了你，也难解本帝心头之愤。师傅，我已经骂完他了，你再不现身的话，恐怕只能看到徒儿的尸骨了。此子血脉气息好生磅礴，而且源源不断，仿佛不死不灭一般。本帝若完全吸收了它，恐怕能直接突破虚神境了。不好，店主，有5帝气息，正在快速接近魂殿。一定是师傅到了。没想到你师傅的来头挺大，不过他既然敢闯我东荒魂殿，那么结局只有一个死字。两位尊老，将他解决掉吧。是。好浓郁的血气，只有亲身感受，才知道这压迫感绝对不止原著描述的那么简单。原来阵盘感应的人是你，区区5帝5重也敢踏足我东荒魂殿？2个5帝7重，魂殿不愧是东荒第一反叛势力，这等底蕴确实没话说。跟他废话做什么？一起上，灭了他！师傅，检测到弟子王腾遭到血脉波体之痛，致特级伤残，修为奖励已反馈。看来到我反击了呀！我的周天阵盘竟然碎了！你是5帝巅峰？你刚才不是说他是5帝5重吗？怎么突然又成5帝巅峰了？我怎么知道？我很不喜欢这里的血腥味儿。东荒神殿，今日该平了。一招秒杀了5帝7重，果然5帝之间的每一重差距都如天堑一般巨大。殿主突破虚神境了，哈哈哈哈！看到了没？我殿主成神了，哪怕你再逆天又如何？在神的面前，5帝和猪狗没什么区别。刚突破虚神而已，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呢？你竟然也是虚神境！不枉本帝精心谋划1000年，终于突破虚神境了。没想到你的血脉之力竟如此浩瀚，本帝决定了，从今天开始将封你为我的御用血奴。二逼，对什么？都师傅到了，就是你的死期。
你师父周正呢？他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他？混蛋！怎么？你找他师父有事吗？能悄无声息闯入我魂殿，除非是虚神境强者，但你怎么可能？师父，你终于来了！我按你说的，把魂无眠狠狠痛骂了一顿，可他也太容易破防了，我都还没骂过瘾呢。你做得很好，为师非常满意，接下来交给我了。那2条杂鱼已经被我宰了，现在轮到你了。哼，就算你也是虚神境又如何？你知道我东方魂殿来自何处吗？玄阶神兵，紫金皓月剑。看来魂族和你东方魂殿关系莫逆啊！你竟然认识紫金皓月剑？难道你也来自真灵圣路？我不是，但我知道那里。原著里详细描述了我所在世界的设定架构：东荒、北原、南岭、西漠、中州，共同组成了千灵大陆。而在一望无际的无尽海上，千灵大陆只是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小点，和其他9个邻近的大陆并称为东海十岛。至于东荒魂殿，还有中州的大隐皇朝等寥寥顶级势力，都来自无尽海东部的真灵圣路，那里是更强者气息的乐园，但同样充斥着掠夺和厮杀。我有点好奇，你既然是魂族的人，当初为何又流落到东荒？让我猜一猜，可能对魂族来说，你只是个不太重要的棋子。闭嘴，还轮不到你来妄议本地。紫金皓月剑乃我当初从魂族万宝阁带出来的神兵，整个千灵大陆恐怕仅此一剑。凭你手中这把剑，难挡他的神威。周正，结束了。这把剑不错，我要了。凭你？哼！怎么回事？紫金皓月剑竟然不听我使唤了！有剑道满级特质加身，我自当号令天下万剑。剑来！不错，是把好剑。如此看来，你魂族万宝阁确实是个宝地。等第2季，我一定亲自登临魂族，一探万宝阁究竟。剑道清河，号令万剑，哪怕天剑宗的那些剑修都做不到，你为何可以？嘿嘿嘿，我当然不会告诉你，我有筒子哥罩着了。多问无益，上路吧。虚神剑3重，你果然是个怪物！东荒魂殿已毁，从今往后，你们自由了。是周正大人救了我们，太好了！大人所向披靡，斩杀魂殿殿主，乃东荒的无冕之王啊！师父，用你教我的话术来说，你简直夯爆了！学得不错，徒儿，我们回宗。魂无眠被杀了，
看来千灵大陆又将掀起一场风波。啊，陛下，臣昨日追踪我家小女的令牌，发现她出现在了天玄城，后来不知为何落到了魂殿的地盘上。或许她知道些什么。看来你家新罗应该和斩杀魂无眠的人有所联系。不过朕记得，朕消失已久的女儿青羽和新罗关系莫逆。此次新罗现身天玄域，或将证明青羽就在东荒。传令下去，派禁军教头王鼎前往天玄域，务必找到赵新罗和风青羽二人，带回大野王朝。是，陛下。青羽，你可让为父好找啊！听说这次分主斩杀魂无眠的消息，不止全东荒知道，甚至还惊动了其他几个大域的天骄。何止啊！我听说有的人为了能够加入灵峰，甚至不惜退出原本的宗门。就比如南岭的瑶光。肃静！再有大声喧哗的人，立刻给我滚出灵峰！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死胖子，还给他摆上首席大弟子的谱了。谁让我们来得迟？以后怕是少不了要讨好这个大师兄了。大师兄，我愿加入灵峰，和师父学习剑道。愣着干啥？进去拜见师傅啊！给。谢谢大师兄。我老师和峰主打过招呼了，特许我在灵峰修行。小三水，你现在跪下来求老子，说不定老子心情好了就放你进去。欺人太甚！哎呀，检测到弟子王腾遭到暴打致3级伤残，修为奖励已反馈。我这徒儿吸引仇恨的能力，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啊！青云峰上云雾绕，临风见地被人嘲。谁料传书成师傅，绑定系统坑徒高。那徒儿天生不死体，越走越强，反哺我修为。一张泪光，他挡了我小看经验翻北漂。凌霄剑出万剑臣服，吾皇无尊一步登天。画地要地结为助力，混沌初开我化太极。才加天玄出其上门，魂殿阴魂也不饶人。而尸体死无惧无畏，剑斩出天地心。我徒王腾有大地之子，就有星光耀九州。爱最毒的打仗最快的修为，这是父当的真诚之。我徒王腾有大地之子，不死不灭，谁敢期待他日他随天旋覆，横推魂殿换新天。斩天惊，照出血脉源，孙老医院中的唱。蔡坤蔡美皆付出，蔡天同为地球绕也无用。魂无眠，妄图血祭天子，今皓月间被夺来。虚神经尚在稳定，真灵生路待我开。那徒儿哭着喊师傅，说自己把事搞砸了。我拍拍他肩说无妨，有为实在别害怕。从拳夺阳到大，教他人自传武功，纵然坑他千百遍，他待我仍是初见。我徒王腾有大地之子，就有星光耀九州。爱最毒的打仗最快的修为，这是父当的真诚之。我徒王腾有大地之子，不死不灭，谁敢期待他日他随天旋覆，横推魂殿换新天。临风起之迎风战，谁说非风无未来？师徒二人并肩立，便是这东荒，心主宰我徒王腾。